男人只是说了句分手，女友就锯断了他的双腿，做成人质摆在自己的工作台上。你好的真快。然而没人会心甘情愿被当成玩物。在这间无人问津的密室，他要凭借智慧逃离魔掌。为了使女人放松警惕，他从此不再反抗。终于有一天，他赢得信任，解放了双手。可这也只是第一步，因为2条断腿还被铁环固定着，他只能进一步讨好女人。在一次梳头的时候，忽然有了灵感，他将碎头发收集起来，没人的时候拧成了细绳，又在吃饭时藏了2根鸡骨头，随后用头发绳制作了简易的钩子。他忍着剧痛够到了一把螺丝刀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松开插进大腿的螺丝钉。终于爬到了房门，大声呼喊之下，引起了未婚妻的警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人也出现在了身后。是我为什么会在你家？你快开门啊！我现在开门。女伴，你快跑啊！是你觉得开玩笑？他的双手被钉在地板上，亲眼看着女人戴上了鸟头面具，然后划破了未婚妻的手掌。古老的努克族巫术可以召唤已死之人，灵魂像男人一样被赋予雕塑的身上。可今天不知为何，无论他付出任何努力，雕塑仍是纹丝不动。怎么办？志伟，我把雨凡杀了。我给他杀了人！你原本以为只要再做一个他就没事了，但他的灵魂已经消失了。小文只能将错就错，赶忙找来提包处理尸体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志伟的真身过来寻人，他不敢声张，于是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可室内的呼救声还是引起了志伟的注意，他找来工具，奋力砸开了房门后，眼前惨烈的一幕顿时让他感到冷汗直冒。屋里不仅有个一模一样的自己，未婚妻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雨凡已经走了。他以为什么东西？祖灵仪式只能用在对的地方，还存在这个世界的爱，应该用别的方式得到。他这才想起了鸟头人的警告，祖灵仪式只能用在已死之人身上，还存在这个世界的事物只能用活人的方式争取。回答我！他是你的分身，你不小心做出了件怪物。看着眼前的疯婆子，往事涌上了志伟的心头。两人是大学同学，当时的小文很有爱心，他凭借精湛的雕刻手艺为残疾流浪猫做了轮椅，小猫开启了新的生活，他也由衷地感到开心。两人在一棵大树下承诺彼此相爱终身，可极致的完美主义很快就让他陷入了焦虑，只因看到志伟和学妹的交头接耳，就让他产生了怀疑。这位是易柔，当初米宝就是他的。于是当着诸多朋友的面摔掉手中的杯子离开。这种偏执也体现在他的作品创作上，因为不太完美被毁掉的心血比比皆是。好了啦，你到底要怎样？自己不爽也不要跟作品过不去啊。那就是个烂东西。我看你刻的这几棵树都长一样啊，到底要做到怎样才满意？直到刻出一棵我不用跟人分享的树。讲话一定要这样怪里怪气的吗？你就不能正常讲话吗？没有啊，就你最正常嘛，这位学长。我到底还要解释多少次？我跟他就是不认识啊！你是有病吗？以前这样你觉得可爱，现在就变成我有病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吵，随便你。反正我就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不要自己在那边无理取闹。小文的疯狂还不止如此，由于感情产生了裂痕，他就一把火烧掉了那棵曾经许过愿的大树。志伟看得心里发毛，可一转眼就收到了女友送来的木雕作品，正是那棵被焚毁的大树。因为之前就有过相同的经历，为了追求极致的完美，他不惜亲手毁掉有生命的本体，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世界上的唯一。他想到了刚被救助的流浪猫，便带着惶恐不安去找小文。小文在里面吗？你知道那棵大树被烧了吗？应该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你不用当真。你先帮我开门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很完美吧？这是我给你最好的礼物。对志伟而言，流浪猫是生活中的温情点缀，而在小文眼里，则是被完全掌控的完美。他认为这会儿分走男友的关注，并不符合永恒纯粹的情感标准。当他拿出小猫雕塑的时候，志伟就已经猜到了结局。
可更恐怖的还在后面，他看到小文正在做一副人形木雕，而人物的样子像极了自己。这次事件之后，两人彻底分手。可志伟的担心在几年后得到了印证。这天回家之后看不到女友的身影，打电话又没人接，他有了种不祥的预感。于是他想起了前2天挡住的洞口。小文，雨凡是在你家吗？哎，你在干嘛？后门而入的那一刻，他惊呆了。小文果然疯狂到了无法预测的地步，未婚妻被杀，自己的分身活了过来。可一旦有了灵魂，也就有了人类的想法。是他害死雨凡。这个满口谎言的疯子，明明就是你杀了雨凡，是你这个怪物杀了他。你看，他只是我的一个失败品。志伟只觉得一阵恶心。小文本想杀掉羽凡之后，将他的灵魂赋予木雕之上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突然失灵了。直到现在，他终于明白了缘由，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爱，有的也只是情敌间的仇恨。志伟不想悲剧再次发生，果断掐住了小文的脖子，他要亲手终结这一切。可分身此时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。我根本就不爱你，也没有人会爱你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认生。志伟被刺中了动脉，最后死在了他的面前，分身也将成为仅存的完美者。你才是怪物吧？你比我更想要杀他，自己不承认而已。现在只有我一个。这段经历刻骨铭心，小文也因此获得了灵感。以造物欲为主题的木雕作品一经问世，就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。他也终于夺回了爱情，两人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他给志伟制作了木雕假肢，虽然还不太习惯，但却以惊人的速度适应。志伟不仅有了常人一样的感情世界，还找到了体面的工作，两人的状态整体向好，竟动起了生小孩的想法。小文做好了备孕措施，捂着肚子体验着母亲的幸福生活。这时，一个戴面具的人影突然出现。你不用害怕，我只是个商人，想跟你做一个交易。交易？你是否愿意把你未来的时间都卖给我？出一个价。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，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。好，但我为什么要卖我的时间呢？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幸福，这不是用钱买得到的。你出再多价我都买不起。先恭喜你要当妈妈了，但是这个提议随时都成立。你需要的时候我会再来找你的。两人陷入一场精致而腐烂的囚笼困局。分身带着志伟的面孔，实质上却是背上紧发条的木偶。他每天扮演体贴的伴侣，却难掩心中的愤怒。因为被赋予了灵魂，便能体会志伟身上的爱恨情仇。他清楚自己只不过是被创造出来的怪物，更记得小文的疯狂与残忍。他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身份枷锁，用完美顺从掩盖心底的怨恨，一直熬到了临产的那一刻。医生，怎么了吗？陈小姐，很遗憾，宝宝现在没有心跳。为了您的健康着想，我们需要尽快为你安排手术。他一直都好好的啊，是不是仪器出了什么问题？由于宝宝大小的关系，我们需要进行引产手术。这个手术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会立刻安排。志伟呆呆地坐在原地，他比谁都清楚，一切的美好都是假象，靠谎言和邪术维系的体面，终究会在崩溃中自我反噬。结果也不出他的所料，当孩子被生下来后，才发现，不过也是一款木雕而已。结果最后你还是失败了，我根本就不是志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一个失败的作品。因为我没有他的灵魂，所以我们才生不出真的小孩。最后你也只是创造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怪物。虽然这次失败了，但下次一定不会这样。有可能会有下一次，因为我再也装不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你闭嘴！我一直以来都很恨你闭嘴！我也是你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文终于迎来了崩溃，他深信的人造之物才是永恒完美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笑话。没有我，你谁也不是。给我好好的卖好志伟！志伟，等一下，志伟，我刚不是认真的，我爱你。等一下。
警笛伴随着救护车的嘶鸣，响彻了城市的夜空。当所有人赶到时，发现这里根本没有自杀的男人，屋子里摆放着一尊木雕，正在盯着眼前的黑盒子。这是黑盒子的第一个故事单元，以造物为引子，以欲望作为终点，用一个惊悚故事探讨了占有欲的完美主义命题。爱情到底是什么？是放手成全，还是把它刻进骨血，锁入囚笼？这就是疯批木雕师的悲剧，对完美的病态执念，让他把男友做成了自己的终极作品。造物欲的恐怖之处，不是古老的血迹秘术，也不是男友的无腿分身，而是以爱为名的改造与控制，是害人害己的情感炼狱。小文的极致掌控欲，最终只是作茧自缚，这就是违背人性的代价。